在新加坡几乎天天发生心脏骤停，而且每天平均是5到10起，一年超过3000起啊！哇，你有听说过黄金4分钟吗？啊，不是5分钟又换了啊？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请到专家跟我们来科普呢，一切跟心脏骤停有关的知识。公众场合看见有人倒下，如何确定他是心脏骤停听说发病趋势男高于女，是真的吗？ ？AED 随处可见，到底有什么用途？该怎么用？还有中医师将会传授护心良方，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李腾，人家说大头智商一流，所以我看你头也不小，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心脏骤停和心脏病发作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我是。那你看如果说是心脏骤停，心跳会停的话，那心脏病发作的话，心跳会停吗？我觉得是。那如果会的话，和心脏骤停有什么分别呢？其实这个分别，那还有就是人突然间会猝死的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哇，马狗，你这样噼啪问一大堆，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问专家好不好？有请心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陈怀庆教授以及 Sean 陈宏宇，欢迎两位。来，欢迎。感觉都对这个话题对了解对，特别是宏宇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应该是对这个心脏骤停有一点认知的，对不对？据我所知呢，心脏骤停的时候，如果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好像是可以用一个方式，一直咳有这个说法吗？其实现在这个科学界没有足够证明仅保持这样的咳嗽能治救这个心脏问题所以我的劝告还是说拨打这个紧急救护号码。是。不过我很想知道，到底这个心脏骤停的定义是什么？怎样才算？那心脏骤停指的就是说心脏停止搏动，就基本上这个心脏作为一个泵的功能就已经失去了。OK。那心脏骤停的原因其实也可以分成2大类，一个是心源性的疾病，然后另外一大类是非心源性的疾病。那最常见的心源性疾病就是冠心病，引发这个急性心肌梗死，俗称为这个心脏病发作。如果说一个人心脏病发作的话，估计有40%在还没有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过世了。那在这部分人当中，绝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一个心脏骤停的事件引起的。了解。OK。非心源性导致心脏骤停的病因其实有好多种，其中可以包括有中风，或者中毒，或有溺水，或者是肾衰等等。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心脏骤停吗？其他的心脏病也可能包括心肌肥厚症，或者一些心脏的这个瓣膜病变，或者一些非常恶劣的这一些心律失常。是。但是偶尔我们也有听说过一些年轻力壮20-30岁的年轻人也会突然间猝死，那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是少于35岁的年轻人的话，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包括了心肌肥厚症，或者他有右心室扩张的这种心肌病，或者说他可能有这个血管异常的这个开口。或者是说他本身已经有这种心律不齐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之前可能不知道，但是在运动或者从事一些某些活动的时候，就突然间猝死。对，所以我们在劝导说，如果说你想从事一些激烈的体育运动的话，不妨先回答一些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所建议的一个活跃运动这个调查的问卷。如果这些问题都有是的答案的话，那我们就是劝你说应该找个医生咨询。只要其中一个答案是是的话，我觉得就要去检查一下因为其实这个骤停很多时候是很突发的嘛。那35岁以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注意征兆还是 red flag 之类的？是。如果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会感觉到胸闷或者气喘的话，那可能就要稍微谨慎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运动的时候突然晕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信号。或者家族里头有这个猝死的家族史的话，那也要更加小心一些。了解那有一种情况了，就是说心脏是有在动但是说是无效的动是什么意思啊？当这个心脏停顿下来的时候，它的前5分钟如果你做心电图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心脏其实在进入一种室颤的一个现象。那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心脏是在抖的，它失去了它原来这种收缩功能。那如果超过5分钟没有做任何施救的话，
这个死颤就变成了这个心脏的完全静止，那也就是说是一命呜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哪一些风险因素呢？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冠心病是心脏骤停的主要祸首。没错。那冠心病的致病因素有包括可以改变和不可以改变的一些因素。那可以改变的就是说这个三高的问题，外加抽烟或者是肥胖、缺少运动等等。是。然后不能改变的一些致病因素就包括了个人的一个年龄，还有他的一个性别，还有家族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般上几岁开始比较危险？是在新加坡来说，心脏病发作的男性平均年龄都是大概是在65岁，然后女性大概是在75岁。但如果说是超过40岁的话，应该说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体检，就包括了检查自己的血压或者是自己的体重，然后需要的话也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血糖和胆固醇。那我想知道是为什么男人的风险因素会高过女人呢？其实男人的跟女性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这个荷尔蒙。女性一般在更年期的时候都有这个雌性的荷尔蒙在保护着她们。是男性呢，一般的这个三高问题也比女性高一些，就多一些这样的高血脂啊、胆固醇啊这些。对，听说我们的心脏呢有3条血管，那几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我印象中啦，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塞一点点的，包括我自己。真的吗？真的吗？不要笑我，因为我的胆固醇比较高一点，是红字。OK， 我就去做了一个 CT scan，我真的是塞一条。但是这一条呢是10到15%而已，是吗？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塞吗？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的，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遗传因子，还有这个生活方式。遗传。那如果你是健健康康的一个人，应该是没有这个冠心病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人他突然间这样倒下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跟他做 CPR？是，我们的建议是说，马上打这个电到这个救护车995，或者是喊说叫别人去找一个 AED， 准备施救的。最后再看一下病人有没有这个自行这个呼吸，没有呼吸的话，我们就开始这个 CPR。了解。如果有 AED 的话，加上有 CPR 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如虎添翼的一个情况。其实 AED 现在好像随处可见在比如说一些公共场所啊、竹楼下啊，商场都有到处都有。对，其实，在新加坡已经将近有1万台的这个 AED 主要还是在人流量多的地方。那也意识到，就是心脏骤停这种情况可能越来越严重。对。那么广告过后呢，陈教授也会教我们如何使用 AED，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起来的。那当然呢，钟医师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广告后再见。那我们假设这个路人突然间倒下不省人事的话，我们已经拨打了995，同时也叫另外一个路人去找这个 AED。没错。那这个同时间我们就开始先做 CPR，等这个 AED 的到来。哇，1、2、3、4、5，对吧？这个时候呢 ，AED 已经找到了。是的，找到 AED 了，来。好的，就是还没有打开这个 AED 之前呢，我们先确保这个周边环境，病人没有跟任何这个金属物件有这个接触 ，OK 都没有然后说也没有任何水渍，是这样的话，同时间也要确保没有这个易燃的物体在旁边，好，我们是怕这个电击火花会导致这个引爆，然后可以看它有没有任何的一个植入体，包括一些起搏器等等，OK 是，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打开这个 AED， 启动这个开关键，开了，然后听从这个指示，是。Apply pads to patient's bare chest. 我们先贴右边的哈。好的，右胸前。好，右边的就放在这个病人的右锁骨下面。好，要贴的稍微比较紧一点。然后左边是这边，贴在这个左乳下面。给左边这边。好 ，OK， 都贴好了。好。给他 OK， 他现在在分析。好。OK， 停止。别动。Clear。所以这个 AED 现在在分析，他建议电击 ，AED 会自动充电，好，然后直接按，所以这样就是已经成功的一个除颤。哇，其实还是蛮累的。不过我觉得他都没有讲累，你讲累。OK， 我们就是要重复这个动作，对，直到救护人员抵达，是吗？正是。OK， 如果说没有做任何这种急救措施的话，病人其实是说这个生存机会是非常渺茫的如果每耽误1分钟的话，这个死亡率就增加了10%。OK， 哇，像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好像汽车
引擎失火了，对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能够 jump start 的话 jump start 就暂时先用是好过，是是是然后再等那个 mechanic 来的时候才可以帮到你嘛。有点类似，就是一对对对个快速对对启动这个心脏，是的，其实新加坡平均救护车是几分钟会抵达现场？大概是8到11分钟。哦，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我想问的就是，我们讲黄金是4分钟还是5分钟？对啊，我觉得这个黄金时段4到5分钟，其实不用太在意。 OK 年轻人他可能承受比较长的一些缺血的一个时间，但是年长者可能就受不了了。是，反正就是说，我觉得5分钟比较容易记了，但是如果是超过5分钟的话，这样的这心脏的复苏的机会就明显的这个下降。好，所以就算5分钟之后这个心脏恢复的话，病人也会留下一些这个大脑不可逆性的一个损害。所以在急救方面呢，是一个分秒必争、刻不容缓的事情。对没错。所以时间就是生命。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CPR 还有 AED 的作用。没错，我们其实平时时不时就可以留意一下哪里有 AED 是是这样以备不时之需真是真是。其实我觉得还有个 apps 叫做 My Responder。 OK，那个我也自己有 download，那个 app 也是有告诉你要打什么号码啊，在哪里有那个 AED 啊。是。同时，这个 My Responder 也有一个功能，如果说你本身是懂得 CPR 的话，而且你就上网注册成为一个会员的话，如果你周边400米以内有人突然间倒闭的话，它可能会启动你这样的一个手机，然后呼吁你去赶快先去。哇，OK，等于是全民的一个运动项目这样子。没错。那如果说观众朋友想学习呢这个 CPR 跟 AED 的话呢，可以扫描这个荧幕上方的 QR 码，获取更多的详情哦。那接下来呢，要一起了解钟医师对于这个心脏健康的看法。欢迎赵哥钟医师，有请。来，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来，你好，你好。大家好。好。想请问一下医师啊，从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心脏健康？如果要想维护心脏的健康，就要保持平和静定的情绪。在这个平和的心境之下呢，我们有充足的血液供应，还有稳定的神志发挥。这样我们的5脏6腑就会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下运行，疾病就很少发生了。了解哈。好，那么现在呢，就曾经有这个经历过心脏骤停的朋友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他这一段历程。是的，来，我们欢迎 Ben。来，请坐。大家好，你好啊，请问 Ben 今年贵庚啊？53岁。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心脏骤停在哪一年发生的？去年2023年。几月啊？对，4月。4月。对。你本身有什么基础的疾病吗？对。2020年之前检查到高胆固醇和高血压。那有在吃药控制吗？没有啊。那你发现问题，但你没有吃药，那后来有没有在做什么检查，发现血管有问题了吗？2022年再去检查的时候 ，ECG 就发现心率不正常了。对，血管已经阻塞了。OK，当时医生就给我2个选择了，吃药还是做那个支架。对，对。那你所以我选择吃药。但是重点是你有在乖乖吃吗？然后我就有吃了，但是没有想到还是突然间有这个心脏骤停的事发生。对，2023年，大概1月的时候，我在划龙舟，在热身的时候就晕倒了。不过我在1分钟之内就醒过来。OK，对，我就去 A&E 啊。OK，那医生怎么讲？那时候医生发现阻塞，就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做那个支架了，需要做那个绕道手术。手术就安排在3个月之后。然后2个月之后，我在唱 KTV 的时候就晕倒，又晕倒。不过那时候就是醒不过来。那你当下心脏骤停的时候，你的朋友他们是什么反应？当时就只有一位，他帮我做那个心脏复苏。OK，然后后来是怎么样？大概做了5分钟。然后我就咳嗽了，但你还是昏迷的状态，还没有醒过来，就上车大概10分钟就到了。OK，然后就帮我做那个 AED 啊。OK，我们问一下医生，他说他的情况是说他的朋友一直帮他做 CPR，做到他咳嗽，这个是正确的吗？这个不完全正确，所以说我们要确保病人的自主循环恢复之后才停止 CPR。不代表说咳嗽就代表咳嗽本身不代表什么。还有医生有没有说你倒下是什么原因？心律失常。 OK，对。
然后治疗就给我那个插管呼吸，低温治疗还有镇静剂吧。那你当时昏迷昏多久啊？昏迷了5天。那你起来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我老婆说我起来的时候还不认识她。哦，真的啊，会暂时会失去那些记忆吗？那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在戏里头看的，就请来是完全没事的话，这个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的这个脑部恢复的时候，这个病人会从一个昏迷到半昏迷的一个状态，来逐渐的这个苏醒。OK。那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观众说的？新加坡美食很迷人呐，然后呢？不过要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啦。OK， 是选择性了呀，低糖、低盐，低脂肪呀，对，健康饮食，还有要运动哦。哎，我们问一下医师了哈，中医方面有什么可以帮忙？吃中药、做针灸来补气养血、温阳补肾，还有疏肝解郁。所以是可以透过中药的方式做调理。对，好，所以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这位 Ben， 真的是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谢谢，谢谢，谢谢。好，那赵医师今天带来这个食疗方是什么？护心核桃汤。 OK， 它的功效主要就是补心气、养心血。好，那用的食材有哪一些？核桃，这是它的最主要主角。核桃温补肾精，润肠通便。那核桃里面含有欧米伽6和欧米伽3，它的比例符合我们人体的需要，所以它可以减少血管壁的炎症，预防血栓的形成，它还可以抑制坏的胆固醇的产生。 OK， 然后枸杞子呢，我们大概用10克补益肝肾的，是 OK。红枣用2到4枚补气养血。哎，那如果说有糖尿病患的话，那个红枣是不是就避对免？，红枣的糖分比较高，所以患有糖尿病的人可以不用它。 OK 红藜麦用30克，是，那做法是怎么样？放适量的清水，煮到这个红藜麦熟了就可以吃了。那如果说观众朋友们想要知道这个制作的过程的话呢，也可以扫描我们以下的这个 QR 码哦。OK， 是的，好，那谁是比较适合吃的？这是一道偏温补的食疗，所以适合那些气血不足、会有心慌、气短、乏力、健忘的人来服用。但是如果有发烧或者是感觉身体在发燥热，对，就不要再吃。那吃法时间是1天1碗还是？每天早上吃1次就可以了。早上1碗就好。对。哎，我觉得它的这个口感很好，哎。对，有点像早餐的。对，那这个红藜麦其实有分颜色的嘞，是有什么红啊、黑色啊、白色啊。灰色。那我们这个是偏红吗？我们是红藜麦。如果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各色藜麦是没有差别的。都可以，是不是？对，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心属于火，是。那红色和紫色也是属于火，它可以更好的去补心血和养心气，所以我们选择了红藜麦。所以简单来说，这一道其实是非常营养丰富的一个食疗法。对，真的哦。那还有其他的这个护心贴士吗？中医认为呢，睡眠是可以护心的。那睡午觉也应该有帮助吧？对，有研究表明呢，睡午觉可以使心血管系统舒缓放松，使我们人体呢整个机能都松懈下来。如果要是没有条件睡午觉的话，也可以通过静坐的方法，静坐10到15分钟，对，也是有效的。 Power nap 一点点。 Power nap OK 啊。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穴位的按摩，我们可以自己做的？心经的神门穴和脾经的三阴交穴来进行按摩，好，来养血补气。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手腕的内侧，在尺侧这边有一个肌腱，肌腱的内侧有个凹陷。那我们就可以进行按压或者是按揉的方法。是。那大概按多久？一般我们按2到3分钟就可以了。那这个是神门穴。你按到要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有点酸酸感。对，还没有按就酸了。对。三阴交穴是在我们的脚踝的上方，用我们的4根手指。对。这个地方。然后在胫骨的旁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穴位。好，也是这样按吗？对，按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揉按的方法，也是可以。
打圈揉按，对按到有酸酸胀胀的感觉。打圈是要顺时钟还是逆时钟？顺时钟2到3分钟就可以了。按压是会让你有提神的功效吗？其实神门穴既可以提神，也可以安神。它主要是让我们的那个心情能够得到一个平缓，对，舒缓。所以你的神志安定，你也可以比较会集中精神。睡眠呢？安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到睡眠。那谢谢医师的分享哈。那最后想问一下医生哦，有什么要补充跟提醒吗？我觉得推行这个 CPR 还有 AED 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东西，所以我想在这里呼吁大家踊跃的参与学习这些急救法，对，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处处有救星的国家，是一起征服心脏骤停可能带来的这个猝死风险。那如果说心脏突然间骤停，就很像罢工这样哦，没错，哎，我们可能生命就会终止。对，而且这个脑缺氧的极限呢，最多是4到6分钟，对不对？那么脑缺氧过后呢，就是脑死，就算呢抢救回来也无济于事了。没错，那今天我觉得上了最宝贵一课，就是要学习预防，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急救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三高的朋友，请你们好好保持你们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如果你有三高的问题或者是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拜托你们去预防，不要让病情再恶化下去了。是，好，在这边要谢谢我们的赵医师，谢谢，还有陈医生，谢谢，当然还要谢谢我们的陈宏宇，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星期见，拜拜。